黎巴嫩这一次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，自主可控是有多么重要。7月17号，黎巴嫩才刚刚面临完恐怖的 BP 炸弹袭击。9月18号，当地又再次发生了通信设备爆炸事件。爆炸的设备包括了对讲机、收音机，甚至是电脑。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，这次袭击至少导致了20人死亡，450人受伤，再加上2天前的 BP 机爆炸，黎巴嫩2次遭遇恐怖袭击，已经至少造成了32人死亡，数千人受伤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美国做的？毕竟美国就曾经有过偷听其他国家元首通话这样的黑历史。当然，美国也清楚自己不干净，所以在第一次爆炸发生后，美国外交部第一时间跳出来开启了否认3连击，不是我弄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其实美国说不是他们做的，确实有可能，毕竟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大选，而且搞黎巴嫩对他们来说也没啥好处。但你要说美国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有点开玩笑了。有网友爆料，在8月29号的时候，黎巴嫩美国大学医学中心的员工收到了这么一份邮件，邮件里要求他们更换掉旧的传呼机，具体原因呢也没说，反正就要你换。而这份邮件的发送跟 BP 机爆炸不过半个多月，你说这一切太巧合，那我只能说也太过凑巧了。反正懂的都懂啊。虽说不是美国策划的，但真正的凶手是谁，大家都门儿清。毕竟黎巴嫩遭遇恐怖袭击，造成社会混乱，谁是第一受益人，不用说也知道。所以黎巴嫩当地政府把这次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指向了以色列。那以色列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难度并不高，就是在这些电子设备里装上一点炸药，然后通过电子信号引爆。具体的原理，网上有很多博主都有分析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但其实我今天想说的并不是这个，而是跟大家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：为啥我们一定要支持国货，一定要实现自主可控？熊猫经常在节目里提到，国产非常重要，但总有人不理解，总说国产性能差，割老百姓的韭菜。比如华为千辛万苦搞出的国产自研系统，有些人总说是换皮套和安卓。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大卖，性价比高，就有人说比亚迪故意搞低价，扰乱汽车市场。连前段时间工信部公开推广的2款国产 DUV 光刻机，还有些人竟然嫌弃它不能做到5纳米、3纳米的芯片，说这么落后的光刻机没啥用，反正就是主打一个打压嫌弃。现在大家看到了，黎巴嫩因为常年陷入战乱，本国的工业技术薄弱，很多电子产品没有产业链，没办法自己造，只能依赖进口，而这就给了敌对国家可乘之机，在里面装个炸药啥的都不好发现。其实中国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今天仍然依赖国外品牌，依赖进口产品，那被偷的可能就不只是中国老百姓的钱包、我们的信息了，甚至有需要的话，他们连我们的命都要偷走。所以说，国产再不济，那也是我们自己的。国外产品再好，真遇到关键时刻，人家第一个抛弃的就是我们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实现自主可控？因为在关键时刻，它真的能够保护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命啊！